拖了这么久，终于有时间出视频了。那么这期视频就来说说这种渐变效果怎么制作。这次喷涂我用的是一支国产 S130喷笔，大概价值65块。之前的老演员 HD130因伤退役了。如果看视频的小伙伴们有好点的喷笔，建议用好一些的。然后是做渐变的漆料，我准备了3种绿色。很可惜录制素材的时候手头没有做沙地里的漆，只能将就一下。我的思路是中间那个色当做你要做渐变的紫色，颜色深点的色当阴影色过渡，右边浅一点的色当高光过渡。我这边漆料的颜色有点怪，但是不要紧，大家能看得懂就行。后面还有常规阴影喷涂的对比。这个大青椒盾牌废件就是教学的示范，常规上了一层灰补涂。这里是前面没提到的颜色最深的阴影，是模拟光源从上往下最暗的地方。首先，我们第一层上的色是1号绿色阴影。小伙伴们上色之前，记得先对着喷器喷2下，避免喷笔吐口水或者其他状况导致漆面有瑕疵。这一层阴影绿色，我们常规平喷就行。我现在比较喜欢把漆按1:3比例稀释或者更稀。虽然喷涂覆盖零件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会更容易拥有丝滑的漆面，尤其是注氧仪这种气压普遍不够的机器。我这里只是示范一下上面大面积的部分，如果朋友们喷的是转折角多的地方，那就得先喷小角落，不然容易积漆还喷不全面。这里是我们第一层绿色阴影干透的样子，假想光源是从上往下，我们过渡的高光到阴影也就是从上到下。下一步我们上最深的阴影色，这里我喷涂思路是从零件下方往上喷，喷阴影色的漆最好是稀释的更细一些，这样过渡的颜色会更自然些，尤其是用雾化比较弱的便宜喷喷完等干透，这是干透的样子，已经有点那个味道了。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接下来开始主色的喷涂，跟喷阴影色的思路一样，不过这次是从零件上方往下方喷，这里主色可以按自己的需求盖住阴影的面积。喷完主色，我们最后喷高光。高光也是一样的喷法，一样要稀释的稀一点，轻轻的在边缘往里面推，喷笔的拉杆一点点往后拉，只需要稍微拉一点点就够了。最后喷高光，这里我把出气气压调低了不少，这样比较好控制，避免翻车概率。喷的时候要注意左右对称协调，最后自己觉得效果可以就行。这里是我遮盖了上部分，把下部分也喷阴影之后的样子。在这种转角面多的地方遮盖之后，很容易出效果了。接下来我会用白灰深灰来做阴影，让大家更好理解原理。这边是先平喷了深灰色当底色阴影，再喷灰色当做我们要喷的主色，最后白色当高光。现在我们两边进行喷涂原理对比。常规阴影就是从中间向四周过渡，由亮到暗 ，CM 就是一个特定角度往相反角度亮到暗。
给大家看看喷出来的效果。以上就是我对 CM 阴影的理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抛砖引玉，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技巧，欢迎评论留言。接下来开始讲讲我做的沙地利配色跟事项。这里我用的很多颜色都是官方的颜色，可以避免出现颜色用完再调不回原先颜色的情况。这边身体的主色我是用军车绿加草绿加扎古绿3调的，没有具体比例，大家做个参考。最后组装起来的效果，我觉得对比平喷还是挺棒的。手部跟胸口的袖章我是用笔涂的，为了降低翻车概率，我建议大家用小零件先练习，掌握好自己喷笔的雾化程度以及漆料的稀释比例。其余的零件都一个原理，先甲组观察，确定要阴影的方向。最后就是重复的工作，比较考验耐心。不少粉丝问我，这模型的刻线怎么刻得那么清晰，以及这个模型是什么类型、什么系列比例。那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在视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里插入一段万代官方食玩介绍视频。ガンダムアーティファクトは、バンダイキャンディ事業部が2021年1月に新たに立ち上げる食玩シリーズです。全長約 55mm のミニサイズながら、約50パーツで構成するスラ製精密モデルです。本商品最大の特徴は機体デザインです。シルエットは設定に準拠しつつ、オリジナルのメカ解釈が施されています。如视频所说，这个系列是21年万代出的全息食玩系列。食玩原意是买零食赠送的小玩具，只不过国内代理版只有模型没有糖。这个模型的尺寸很小，官方给的数据是角到头顶 5.5 亿。一般版件成色为橙色，也就是大家说的 GK 树脂色，也让部分玩家误以为跟 GK 一样难做，但其实不是。这系列的模型均为 ABS 材质，版件的零件数量也比较可观，主要是它的造型是基于原设定上魔改，也被玩家称为官方 GK。这也是吸引大部分玩家，包括我的点。自2021年以来，一期发售了5弹食版，一般版件为橙色，每一弹里都有一盒不一样的隐藏颜色。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以为这是盲盒，实际上每一个机体都有对应编号跟机体名称。24年的时候还出过一款第3弹卡比尼的量产机型，也是 Artifact 系列食玩第一次出现 PB 限定。套件里包括如图3色的3套卡比尼，可以还原卡比尼的量产卡比尼，也是第一次看到官方给的配色范例。这个系列的价格正常是每一小盒10玩550日元，由于没有特定再版时间，一些老套件价格居高不下，如第一弹的夜鹰跟海牛高达。不过25年6月份再版发售了一次，价格下降不少，最便宜的一盒只有20出头。不过一些人气机体还是会贵一些，所以我一般都是一整套大盒购买，均价一小盒也就20多块。今年最新的第6弹是逆袭的夏亚中出场的机体，包含超高人气的牛高达跟沙扎比。介绍完 Artifact 官方套件，接下来是介绍第三方打印套件。在这里先声明，以下内容将会以我个人制作体验评价，相对主观，仅当个人参考。首先就是我们这期的主角沙地利，它是来自店铺艾美汉化组的6厘米微缩食玩，外形设计来自 RQ 工作室制作的图纸。这个工作室的图纸想必一些玩家并不陌生，阿克西斯青椒跟伊亚工作室的产品都是用这工作室图纸改造，原图纸的分线跟刻线都是按1:100比例做的，因此缩小以后刻线基本为0。至于为什么这套青椒刻线清晰，那是因为艾美汉化组的老板重新设计图纸的刻线。就这点而言，我觉得比市面上打印通途食玩的大部分店铺都强。按艾美店铺的说法是该模型大小比例缩改成 6cm， 实际测量大概是58毫米，与官方食玩对比如图。按目前市面上所有是 Q 造型的沙地利微缩来说，它的分件跟刻线还有零件表面层纹控制是最放的。别的60毫米比例的微缩食玩我也有接触。比如这个来自店铺黑眼圈大白熊的阿姆罗专用低阶改模型图纸为店铺老板原创设计，与万代食玩对比高出1个头左右。不介意万代设定高度的玩家可以入手试试。这2家店铺的产品是我目前制作的60毫米食玩里套件质量、刻线最好的2家。我主页视频做的最多的是来自 U5 Outset 的套件 ，U5 的套件也都是老板自己建模设计，关键是套件高度设计与万代 Artifact 55毫米是一致高度。如上是 U5 复刻万代第4弹的扎古2，与万代食玩的对比，既然是科普，那就得严谨，最起码得对粉丝负责。毕竟现在连看个 KO 模型都得看看是不是厂家的锅，还是有人在意套件的高度是否跟万代食玩统一。因为市面上不少挂着 Artifact 标签、实物与所写比例不同的产品，一切以实物为主。我要的是汉堡，你却给了我年糕。希望我的科普能让你们少踩坑。
U5除了官方没有设计的套件，还做了一些官方套件的复刻。除了第一弹夜鹰外，还有第3弹的卡比尼打印套件，完全不用刻线无缝，大大节省制作时间跟难度。还有粉丝问我，之前做的夜鹰跟第一弹夜鹰怎么不大一样？这一套夜鹰是 U5的夜鹰 2.0，2.0 在原造型基础上改动一些，但是高度保持一致，而且套件分件更合理。当时是真给我做爽了。就拿图上这几个零件来说，不用做元件的左右合跟刻线无缝是真的舒服，起码对于我这种刚入坑、刻线跟遮盖都不会的萌新来说是这样的。可能是被好的套件惯坏了，如果打印件做不到分件合理跟刻线清晰，还有零件表面平整无明显层纹，那我真想不到买的理由。还有就是可动套件，目前U5店铺可动套件我就做了多安扎古跟安必金宝范，不过还是建议新手先制作普通套件，再尝试可动套件。科普内容就到这，下次给大家出一期扎古佳能全流程制作视频。我按照 PB 限定指挥官机改造了头部，做的是伊恩格雷丁的配色。感兴趣的小伙伴千万别错过。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点赞投币，你们的支持是我分享制作视频的动力。让我们下期再见。